大家好，欢迎回到小李谈投资的另一集。今天我们将讨论市场结构的晋级版。我们的主题是：一、如何用最佳技术确定市场方向；二、如何识别假逆转以及方向而不被误导；三、帮助您区分市场结构中的主要波动和次要波动；四、市场惯性改变的有效规则。最后，我们将介绍流动性清扫和公允价值缺口缓解的概念。好，让我们开始吧。这是一个不完美的趋势场景，就一眼看下去，它可能会显得波动和缺乏明确的方向。但在这个视频中，我们将向您展示一种技术，可以将这种混乱的图表转变为清晰易懂的趋势。这里的关键点是在这些不完美的趋势中，关注整体结构，而不是陷入每一个微小的波动，至关重要。许多小幅逆转都是暂时的，可能只是为了触发止损或从散户交易者那里获取流动性。我们要讨论的第一个概念是如何识别主要和次要波动，何时高点或低点被视为强，何时被视为弱。在上升趋势中，主要波动低点是结构破坏开始突破的关键区域，这是结构破坏后最新的价格高位，因此这个波段的起源将成为我们的主要低点。如果价格跌破该特定水平而出现市场惯性改变，其他波动低点被认为是次要的，跌破它们并不表明真正的反转。现在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只能在发生有效的结构破坏后，将某个水平标记为主要波段低点。例如，这个低点不能识别为主要波段低点，在还没有出现有效的结构破坏之前，这是最近交易的最高价格。因此，只有当价格突破该水平时，结构破坏才有效。正如前面提到的，只有在有效的结构破坏突破之后，我们才能将某个水平标记为主要波动，因此该水平被视为主要波动低点，而其他水平则为次要低点。跌破小幅波动低点也表明看涨势头减弱。如果您找到可靠的原因，例如在较高的时间框架关键水平的逆转和出现流动性清扫模式，您可以考虑以主要波动低点为目标做空。这是因为达到这个水平后，供应需求区之间就会发生战斗。我们通常会预期，当价格下跌到这个主要低点时会遭到拒绝。然而，逆主要趋势交易可能存在风险，因为它增加了被止损的机会，本质上是逆流而行。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看跌情景，能够区分主要和次要波动，可以帮助您准确识别市场方向和真正的逆转。在突破最近的低点之后，这个走势的起源成为我们的主要高点。在英镑日元1小时图上，我们可以看到123走势突破该低点，形成下跌趋势。这个波段的起源成为我们的主要高点。只要价格保持低于该水平，市场就会保持下降趋势。让我们继续识别主要和次要的波段。当价格突破并创造新低时，我们将这种结构突破的起点标记为新的主要波段高点。如果价格影线跌破近期低点，这不是有效的结构破坏，因此是次要高点。突破次要高点并不表明出现市场惯性改变，只有当我们突破主要波动高点时，真正的逆转才会发生。这是识别重大波动的第一个标准，结构破坏的起源。还有2个标准可以帮助我们识别主要波动并确认市场方向。但在我们继续之前，如果您到目前为止喜欢这个视频，请订阅和点赞，因为它可以支持我们制作更多这样的视频的方式。也可以在下面评论区留言继续，这可以告诉我们您希望我们继续制作更多的视频。第2个标准，公允价值缺口。看涨的公允价值缺口表明买方失衡，买入压力明显超过卖出压力，可能由于机构活动造成此缺口的需求区域变得更强。我们预计当价格触及此缺口时会遭到拒绝。从不平衡的角度来看，存在公允价值缺口的需求领域被视为重要波段，而没有公允价值缺口的则视为次要波段。跌破主要公允价值缺口的波段标志着交易势头将有转变和潜在的逆转。同样的概念也适用于看跌情况。这里我们有3个事例，第一个没有显示出结构破坏或不平衡，因此它被认为是一个小幅波动，跌破该水平并不表明动量发生变化或逆转。第二个，突破结构破坏的根源，但缺乏公允价值缺口或不平衡，因此它被认为强劲的波动，但只有1颗星。第3个是出现结构破坏，并造成了不平衡或公允价值缺口，
使其成为3颗星的强劲的波动。我希望这不会令人困惑。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2个重要的标准。在我们深入讨论第3个标准，也是最后一个标准之前，让我们看看一个例子。在这里，我们有一个主要的波段低点引发了结构破坏，我们还有另一个波段造成了公允价值缺口。这个水平被认为是一个强劲的波动，尽管当价格回到这个水平时，我们预期会遭到拒绝，虽然它缺乏结构破坏。然而，如果价格跌破该水平，则表明看跌势头出现，但前提是这是更高时间框架的关键水平。现在我们可以在这个反向公允价值缺口区域做空，瞄准主要波动低点，因为它将继续充当强有的价格支撑区。好，让我们看看之后发生什么事情。现在让我们探讨第3个，也是最后一个标准，那就是价格推动的距离。它可以帮助我们识别主要波动。看一下这个例子，最新的走势造成了不平衡，并出现了结构破坏而向下跌。根据定义，这是一个主要的波动低点。突破这个高点是否代表市场惯性改变？如果你回答是，那你就错了。那这案例出了什么问题？这个走势的问题在于，如果您测量之前的走势超过60点的波动，而最近的波动仅是20点，那么它缺乏了由价格推动的足够距离，因此这个高点不符合重大波动的条件，突破它并不表明市场惯性改变。重要的一点是，将一个水平确定为主要波动，其推动的距离必须至少是前一个波动的一半。这是我们确定主要波动点的第3个标准，也是最后一个。现在看一下这些例子，在第1个例子中，我们所讨论的3个标准并没有满足，因此它被视为次要波动。在第2个例子中，出现了结构破坏，并且有强劲的价格推动距离，可惜没有公允价值缺口，因此这被认为是主要波动，满足了2/3的标准。在第3个例子中，我们有一个显着距离和公允价值缺口，但没有结构破坏，因此这也被认为是具有2颗星的主要波动点。在最后一个例子中，这个波段造成了公允价值缺口，出现结构破坏并显示了适当的距离，因此它是一个具有3颗星的主要摇动点。跌破这个低点意味着市场惯性改变，即市场方向和动能可能就彻底的转变。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如何识别主要波动和有效的市场惯性改变。我想补充一点，有2种特殊情况会导致市场惯性改变变无效。这2种情景是流动性清扫和公允价值缺口缓解的概念。这里有一个主要的波动低点引发了结构破坏，跌破该水平标志着市场惯性改变。但是，如果您观察左侧，您会注意到该水平位于流动性的重要区域，许多交易者在此水平上建立了多头，将止损设置在该水平以下，这意味着大量的流动性位于该水平下方。为了让散户止损，聪明资金通常会压低价格以吸引流动性，然后把散户吓走，继续朝相同的看涨方向发展。重要的是，当重要波动位于关键流动性区域时，突破该水平被视为流动性清扫，并不一定表明市场惯性改变即将到来。请记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将这种情况识别为有效的市场惯性改变。如果价格回到该范围内，则提供了建立多头的绝佳机会。总体方向依然看涨，聪明资金已经利用了卖方流动性，下一个目标将是买方流动性。作为聪明资金的交易者，我们的目标是在寻找清扫流动性之后建仓。实际上还有另一个可能违反市场惯性改变的概念，那就是缓解公允价值缺口。现在我们都知道，公允价值缺口是指价格图表上3个连续蜡烛的影线之间的空间，蜡烛的颜色不重要。当第1根蜡烛的上影线与第3根蜡烛的下影线不重叠时，我们将此区域标记为公允价值缺口。如果您是一位聪明金钱交易者，那么当您打开交易图表时，识别公允价值缺口应该是您要做的第一件事。但为什么我们需要识别图表上的公允价值缺口区域？除了我们之前讨论的原因之外，
市场通常会返回这些区域来填补，因为这些区域代表了价格变动的低效率。这些低效率也称为不平衡，往往表明这些地区缺乏流动性。大型机构往往会填补这些缺口，以重新平衡订单，并确保更平稳的价格走势，从而使市场继续以更稳定和更有效的方式操作。因此，公允价值缺口可能会成为价格的磁石，然后继续朝同一方向发展。日内时间框架最适合识别公允价值差距。日内是指少于1天的时间范围，例如4小时、1小时或更短。公允价值缺口可用于任何资产，但对于交易量大的资产，比如外汇货币对股票、加密货币和期货来说最有效。这意味着有很多人在积极交易它们。话虽如此，让我向您展示缓解公允价值缺口如何违反市场惯性改变。让我们看一下澳元美元4小时图的例子。在左侧，您可以看到，在主要波动的下方存在一个公允价值缺口。在这种情况下，价格通常会回调至公允价值缺口区域以恢复平衡。这并不表示真正的反转。检查市场结构的左侧非常重要，以确定这走势是否只是填补缺口，或者市场情绪是否发生了真正的转变。这有助于避免错误信号，并确保您的交易符合更广泛的市场方向。识别公允价值缺口和市场结构的变化是强有力的工具。好，这个视频就到这里。我希望这个视频对您有所帮助。如果确实如此，请点击喜欢以表示您的支持。如果您是新来的，请考虑订阅我们的频道。下一集见。